注意看这个戴头套的男人，他推的垃圾箱里不是垃圾，而是一具尸体，刚刚被他杀害的尸体。他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，他并不是一名清洁工，而是一名年仅14岁的学生。被害人正是他的年仅24岁的女老师，他将女老师侵犯之后杀害，之后又抛尸小树林，并且把尸体摆放成奇怪的姿势，似乎在做某种神秘的仪式，还将一根长长的树枝插进尸体的下体。那么他为什么会下如此毒手残害自己的老师呢？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这起24岁女教师神秘失踪案。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13年。2013年10月22号，礼拜二下午6点34分，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方的丹佛斯当地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，报警人是当地高中9年级的学生菲利普，其子母的母亲。他在电话中说，儿子菲利普已经与家人失联了好几个小时，他按照时间到学校来接儿子回家，但在校门口迟迟等不到人。打手机没人接以外，儿子的教练也表示菲利普没有出席下午的足球练习。他非常焦急，请警员协助寻找14岁的儿子。警方联系了学校，请学校协同帮忙寻找失踪了的菲利普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学校也收到了女教师科林·李泽尔的失踪消息。科林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，放学后的科林没有跟平常一样回到家里。科林的爸爸发现女儿没回家后，来到学校的停车场里找过女儿。他发现女儿的车子还在，但人却不见踪影。科林的爸爸把能问的朋友、同事和街坊邻居全联系过了一轮，然而没有任何人知道女儿的下落。晚间11点20分，科林的家人正式向警局报案。同一天，在同一所学校里连续失踪了2个人，这种情况很罕见，警方也很重视这2起失踪案。他们派出了大批警力到街上进行巡逻，期待能够找到科林和菲利普的踪迹。另一边，警方对学校的监控进行了细致的调查。10月23号午夜12点30分，街上巡逻的警察在街边发现了一个独自行走的男生。警方上前询问该男生为何要在半夜出来溜达。他们仔细看了男孩的样貌之后，才发现这个男孩正是菲利普。警员立即将菲利普带到了警局问话，同时也通知了菲利普的母亲。虽然警方找到了菲利普，但从菲利普书包里搜出来的东西却让警方心里非常忐忑，因为他们在菲利普的书包里搜出来科林的工作证和信用卡，还有一把带血的美工刀和一件女用内裤。菲利普身上还沾有了不少血迹。警方担心科林已经遇害，于是他们对菲利普加快了问话速度。警方问他这些证件和私人衣物哪来的，菲利普回答说是路上捡到的。警方又问美工刀和他身上的血迹怎么回事，他回答是一个女人的。他还表示那个女人现在就在树林里，没有人能够帮助她现在。问话到这里时，警方已经基本确定了科林已经遇害。由于菲利普是未成年人，警方的问话必须由监护人在场，而警方迫切的需要知道科林的具体位置。当警方问出这个问题时，菲利普却要求自己的妈妈回避一下，之后他用纸笔画出了科林的所在地。警方这边在凌晨3点左右时，在学校后方的树林中找到了科林的遗体，上面被人为的放置了很多树叶进行遮盖。检查后，警方发现科林身上的衣服被拔下，头部遭受到重击，颈部有明显的淤伤，尸体被摆成了含有某种仪式意味的姿态，下体还被插入了一根长达90公分的树枝。边上有一个大垃圾桶倾倒在地，警员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我恨你们所有人”。随后，警方在学校的监控中找到了菲利普的犯罪证据。10月22号下午2点29分，监控录像显示科林正在跟自己的同事在走廊上聊天。通过对另一位老师调查，警方得知了当天2人的谈话内容。科林告诉另一位老师说，今天会给2个同学进行补课，其中一个就是菲利普。下午2点50分，科林再次出现在了学校走廊的监控里，这次他走向了2楼的洗手间。紧接着，菲利普从教室走出，左右观望了一下，并从口袋里拿出手套，跟在老师的后面进了同一个洗手间。11分钟后的3点06分，监控里显示有个女生走进了学校的洗手间，但很快就从洗手间走了出来。事后，警方跟这名女生了解到，她当时看到洗手间有人赤身裸体，她以为有人在换衣服，为了避免尴尬，
他迅速走出了洗手间。3:07，菲利普戴上外套的帽子走出洗手间。过了有5分钟，走廊里的监控拍到了他拿走了科林的物品，并在建筑内外奔跑穿梭。3:12，楼梯间的监视器拍到他戴着面罩。几秒后，他遇到一位球队的同学，同学跟他打招呼，他简单应付了一句就往前走去了。同学还很纳闷，他今天怎么了？怎么慌慌张张的？3:14，走廊的画面显示，菲利普拉着一个垃圾桶，并且进入了洗手间。3:22，就出现了视频刚开头的那一幕，菲利普拖着垃圾桶从厕所出来了，接着他从室内来到了室外。3:32，停车场的监视器画面显示，他拖着垃圾桶慢慢地往学校后方的树林走去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学校的监控里再次出现菲利普的身影。此时的他光着脚走上了2楼，裤子右边的裤管有着大片的红色污渍。4:04，菲利普换了套干净的衣服，准备离开学校。途中，他再次被同学遇上，简单的对话一下之后，他便离开了学校，去往离学校10分钟车程的电影院看电影。下午6点左右，菲利普用科林的信用卡在商场吃了一顿饭，吃完之后顺便买了一把美工刀，接着他就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游荡，直到警员找到了他。以上就是科林被害的全部过程，都被学校的监控记录了下来。法医对科林的尸体进行检查，他们发现科林生前曾受到过侵犯，头部被钝器殴打过多次，身上有16处刺穿伤。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，警方对菲利普提起了1级谋杀诉讼。菲利普的律师也向法官申请做无罪辩护。在法庭上的菲利普始终没有开口说出自己杀害老师的真正原因。2014年的6月，菲利普在关押候审期间，又用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刺伤了一名女性职员，幸好边上有人及时发现，才救下了这名女职员一命。因此，菲利普在1级谋杀的罪名上又被控以谋杀未遂的罪名。也因为这件事，法院给菲利普做了精神鉴定，结果显示菲利普精神完全正常。2015年11月，本案迎来终审。菲利普的律师表示，从他父母离婚开始，菲利普的精神就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，连续的搬家又加重了这种心理压力。案发当天，科林老师提起了关于家乡的话题，这无意间激起了菲利普的怒火。所以他的行为是一种激情犯罪，并不是有意犯罪，应当得到从轻处分。而检方律师则表示，菲利普在案发当天就准备好手套和面罩，说明他是有计划的在进行犯罪，而且他在运送尸体的过程中还戴上了头套，说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，所以不存在激情犯罪这一说。2015年12月15号，陪审团作出了最终判决，他们判定菲利普1级谋杀罪成立，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，40年不得假释。这已经是当地法院能给出的针对未成年人最高的刑罚了。听到判决后的菲利普的母亲伤心欲绝，他始终无法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出如此凶残的案件来，而科林的家人也悲痛欲绝，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菲利普不值得再有2次机会可以回归到社会，他的行为不值得被救赎。科林的父母为科林举办了追思会，有数千人前来参加悼念，他们还以科林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基金会，用于资助那些想成为教师的人来完成他们的梦想，因为科林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。今天的案件到这里就分享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对本案的看法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赞、转发、关注支持，下期见。